手滑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静明哥的义妹苏婉嫣。你都25了吧？老女人一个，凭什么叫我静明哥？他们干嘛这么大反应？他们可都记得当年我做的事。13岁那年，二姨太给我娘下毒，我拎着枪走进树地的院子，当众打砸了他们的地方。又过了几天，二姨太又下毒。我端着一碗酒酿圆子走进她的房间。从那天起，北城再没二姨太这个人。活阎王沈三枪名号传到了关外，我爹从此见了我又疼又怕。宁宁，放下枪，好好做人，说不定会有人真心待你。为了遗言，我封枪10年，学插花，办女学，做善事。北城年轻人早忘了沈三枪是谁。宁宁，婉嫣天真烂漫，不懂规矩，你是大家闺秀，别跟小孩子计较。天真烂漫，别跟小孩子计较。娘的话还在耳边，那就听夫君的，不计较。这红衣裳脏了，该换换了，也该换个年轻的。小姐，秋荷，奴婢在。去，把崔潇叫来。小姐，你叫他来。奴婢这就去。静明哥说了，让我住进来，这样相互之间有个照应。小姐，这是您的公馆，不是裴家的后院，他凭什么？凭的自然是裴敬明。宁宁，婉言从小跟着我长大，离不开人照顾，让她住东跨院，不会打扰你的。我不同意。行李都搬进来了，让她搬出去多难看，传出去，人家要说敦府容不下小姑娘。好。裴敬明早放了话，义妹年纪小，不懂规矩。他总说她年纪小。苏婉嫣17了，17岁还不懂得礼义廉耻，真是笑话。小姐，属下在。你的人还在吗？12枪位，一个不少。10年了，枪锈了吗？小姐的枪，从不生锈。先不急，给我查2件事。小姐吩咐。第一，苏婉嫣的底细，查她亲爹亲娘是谁，裴家为什么养她。是。第二，她和裴敬明。属下明白。娘，你让我试着好好做人，我在努力尝试，但我总觉得这世上的人都是欺软怕硬。你一个女人家管这些太累，交给我，你省心。小姐，这个月的进项，裴姑爷说往后由他统一调配，让他管。小姐，姑爷他欺人太甚，您到底在忍什么？10年了，奴婢跟着您10年了，他在掏空您的家底儿。那个苏婉嫣在踩您的脸，您为什么不还手？秋荷，您就算不为自己，您想想夫人，夫人让您好好做人，不是让您被人当软柿子捏。娘去世前说要我放下枪，好好做人，我在试。可他们都欺负到您头上来了。大小姐，坐。犬子近来在府里的事，老朽略有耳闻。敬明年轻不懂事，若有冒犯，裴老爷子，你今年50有3了吧？是。10年前北城的事儿，你应该记得很清楚。我13岁干过什么，15岁干过什么。你不是来赔罪的，你是心里清楚，你儿子和那位义妹在干什么。你拦不住，所以来探我的底线。大小姐，
老朽绝无此意，老朽只是怕。裴老爷子，你怕对了，回去告诉你儿子，收敛点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小姐，他会转告吗？会。裴敬明会听吗？不会。一个连亲爹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怎么会听他爹的话？那小姐为什么还要说？我要让裴老爷子知道，我已经提醒过他裴敬明了。等将来算账的时候，可不要怪我没有留情面。小姐，不好了！慢慢说。女学的钱，姑爷不批了。他原话怎么说的？姑爷说，一群丫头片子，认字有什么用？还说读了书更不好嫁人，白糟蹋银子。还说那院子地段好，苏姑娘想要个清静地方练扬琴。北车，城南那所女学是我娘生前想办的。北城姑娘认几个字，总归多一条路。哭什么哭？回家绣花去！读书是你们该干的事儿吗？谁让你来的？敬明哥啊，这院子的钱是他给的，他要收回来，天经地义。钱是他给的，账房归他管，可不就是他给的？那这院子的地契写的谁的名字？什么地契？你不知道啊？那牌匾上4个字，你总认得吧？念念。我念他干什么？念不出来。你今天拆的这4个字，你一个都不认得。你把一屋子认字的姑娘赶出去，改成你练扬琴的地方。苏姑娘，你那扬琴的谱子，你认得吗？你笑什么？你冲他喊什么？他1个月认300个字，你1个下午拆一所学堂，你们俩之间，谁更该挨骂？沈宁，你别得意，你别忘了这个家的主人是谁。钱在敬明哥手里，你1分都动不了。这院子明天就得关门。关不了。去钱庄取现银，女学往后的用度，从我的私房走，一文不从公账来过，他1个铜板都不用出。你等着，我告诉敬明哥去，顺便替我带句话。什么话？这院子他要是想拆，让他自己来拆，别叫一个不识字的丫头替他动手。小姐，您为什么不发火？他这样羞辱您。秋荷，他今天在46个孩子面前丢的脸，比挨我1巴掌疼。秋荷，奴婢在，咱们不会再忍很久了。让你倒茶你不倒，让你行礼你不行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不就是个丫鬟吗？够了，嫂嫂来了，你这丫鬟太不懂规矩，我替你教教她。小姐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她态度不好，我教训教训她怎么了？我问的是，谁给你的权利？我不需要谁给，敬明哥说了，府里的事儿我可以做主，不信你去问他。10年了，娘，我听你的话听了10年，现在我不想再听了。怎么了？敬明哥，这丫鬟不尊重我，我教训了她几下，嫂嫂就来兴师问罪了。宁宁，婉嫣做事是急了点，但丫鬟态度不好，教训2下也无妨。婉嫣做事有分寸。7道边上，最深的见了肉。他说有分寸。崔萧，属下在。你说过我的枪从不生锈。是。那就磨一磨。小姐，奴婢没事的。秋荷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出事了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好一对兄妹，好一对狗男女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东跨院的灯
亮得刺眼。娘，你让我试着好好做人，我试了10年。我嫁的男人把我当梯子，他养的女人拿鞭子抽我的人，您看见了吗？是他们不配。小姐，把账本拿来。可是裴姑爷说，我说的，从今天起，账房归我掌管，所有开销必须过我的印。裴敬明的章子作废。老奴这就换印。嫁妆是我的，天经地义，他连半个理都占不着。苏姑娘要是闹呢？府规贴在门房，他识字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嫁妆我自己管，我的府我自己做主。哪一条不合规矩？你说。宁宁，夫妻之间何必这样？裴敬明，我嫁给你是因为我爹说你好，我忍你的义妹是因为我娘让我好好做人。但好好做人不是没有底线。这一次我只收回管家的账本，下一次你再让人动我的人，我收回来的就不只是账本了。小姐，他好像怕了。不是怕，是在想怎么对付我。那怎么办？让他想出来了再说。毕竟对付他那个猪脑子，我有的是办法。小姐，他坐在您的主位上，用您的茶具，他还说您年纪大，脾气古怪，府里事儿归他管。谭家小姐笑说苏姑娘才是良配。我去看看。那支钗是我娘的遗物，我娘生前一共打了3支。哟，嫂嫂来了。一支陪葬，一支在我爹手里，第3支锁在我的嫁妆箱里。旁边有空位哦，嫂嫂要坐吗？苏姑娘，你头上这支钗挺好看。这个啊，敬明哥送我的。那是我娘的遗物。你带着我娘的东西坐在我的位子上，用我的茶具告诉在座各位你是女主人。诸位都是名门闺秀，回去问问长辈，10年前敢动我娘东西的人是什么下场？茶还给我！我说，茶还给我！今日府里招待不周，苏姑娘不懂规矩替我待客，是我管教不严。改日我亲自设宴给各位赔罪。苏姑娘，什么？下一次你要是再敢擅作主张坐那把椅子，你就永远站不起来了。沈宁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小姐，夫人的东西，奴婢就抢出来这一箱。哎呦，烧成这样了，这院子锁了10年了吧？也该拾到拾上了。塌了正好，回头盖个新的，比这破屋子体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破屋子怎么了？一个死了10年的人住过的地方，不是破屋子是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我夜里看见你进去了，半夜3更，一个丫鬟往锁着的院子里钻，不是偷东西是干什么？手上还烫了这么大的泡，做贼心虚了吧？够了。你夜里看见的？对啊。东跨院在府东头，西跨院在府西头，中间隔着3道门，2个院子，一条夹道。后半夜府里熄了灯，门全上了纱。苏姑娘从东跨院走到西跨院窗底，得开3道纱。你路过录了3道纱。我睡不着，起来走走不行吗？行，那你走到我娘窗户底下，看的是什么？我没看。你刚才说你看见秋魔进去了，你到底是看见了还是没看见？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在说。沈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想赖我头上是不是？
我按府规办事，夜入内院无故报，罚跪门一夜，污指府中执事家一夜。你不是沈家的人，本来受不着府规，可你住在我的府，住我的就守我的规矩，不服的今天就搬出去。沈宁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娘也是被人害死的，活该！小姐，他骂的是夫人，让他骂，他骂的越难听，将来他死的时候，越没人替他说一句话。上一次指尖沾着东西是秋魔背上的血，这一次是我娘的院子。小姐，要不要属下？不用，他烧的是我娘的院子，这笔账我不在府里算，我要他在400个人面前自己把嘴张开。当众羞辱婉嫣的事，全城都传遍了。督军千金，善妒不贤，容不下小姑娘。这话要是登了报，督军府的脸往哪儿搁？登。头版，给我留大点儿。不过在登报之前，我提醒你一件事。你们裴家银行的本钱，一多半是北城商号的存款，而北城的商号做的一多半生意可都是督军府。按规矩办。大小姐说了，该拦的时候您没拦，现在晚了。小姐，她会不会狗急跳墙？会。那怎么办？我等的就是他跳墙。墙里墙外，我的人都候着呢。苏婉嫣，原名萧杏儿，10年前被剿灭的叛将萧崇山之女。裴家偷偷救下，改名换姓养大。她进督军府是来报仇的。谈的是什么？他亲哥萧鹤年还活着，藏在城西。3天前深夜，裴敬明亲自去城西见他。督军50大寿，萧鹤言的人混进后厨下毒，裴敬明以女婿身份巡视后厨开路。事成后，巡督军挥兵进城，裴敬明要军需总办和副督军的位子。小姐，快告诉督军，把他们全抓起来。现在抓，裴敬明会推给萧家，抓个马夫砍2个帮厨，他照样当他的谦谦君子。那怎么办？我要让他们自己动手，当着满城宾客的面，自己把脑袋伸出来。寿宴有事？爹，寿宴那天，女儿给您备了份大礼，您只管坐着看戏。小姐，要不要先动萧鹤言？不动。那帮厨和马夫都不动。该换的东西悄悄换，该藏的人提前藏好，然后咱们就等着开席。城西改了主意，萧鹤贤要加一道保险。什么保险？苏婉嫣，寿宴上她以晚辈身份敬酒，东西装在她袖子里的纸包里。小姐，他要是真进城了呢？进城了才好。您还笑得出来？400人看着，他亲手递酒，往后谁替他喊冤，我一个字都不用说。厨房那条线我换成我的，他袖子里那一包也换掉。谁去换？替他铺床的丫头，他家人都在我娘的裴家庄子上。第2件事，萧鹤年起疑心，毒倒了马夫，人救回来了。安排我明天去见他，别让人发现。你怕不怕？小人不怕。喝那一杯的时候，怕不怕？怕。可小人家里3个孩子，去年都是您办的女学馆的饭。这个人寿宴后托奴籍，庄子上拨2亩地，孩子读书我供。这是什么？厨房的名册，人手不够，我添了几个。添的谁？府里的老人。哪几个老人？你要一个一个听。夫君今天倒是上心。我是怕出错，岳父寿宴出一点错都不好看。错不了，厨房是我娘留下的老人。你娘留下的老人是不少，
这个人我不认得。新来的。哪儿来的？庄子上来的。庄子上的人也能进后厨？夫君不是向来不管后院的事儿吗？今天为何如此上心？难道后厨有见不得光的事儿？我就是随口问问。哦，宁宁，寿宴那天你就好好坐在席上，哪儿都别去，人多乱。知道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我一向听话，夫君忘了？那就好，最好不要给我耍小心思。小姐，他是不是看出来了？没有，他要是看出来，就不会叫我别去。他巴不得我出事给他的婉言妹妹腾位置。他现在盼着我坐在席上什么都不知道，最好还端着酒杯傻笑，看他往后厨走。娘，您的院子，您的差，您的女儿，我一样一样都要讨回来。5天后，督军50大寿。爹，女儿说过，给您备了份大礼。苏姑娘，戏台上唱到一半，锣鼓都停了。你今天不是有话要说吗？我没有。看来妹妹忘记了，我来替你回忆。你不是要给我爹敬一杯酒？我不敬了。为什么不敬？我怕。怕什么？刚才打枪。哦，那我替你倒。这杯你敬。我不敬。苏姑娘，敬酒之前得先倒酒，倒酒得抬手，袖子就得往下坠。你袖子里那包东西，抬手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让你抬一下手。那你喝，就1杯。我爹的寿酒，今天我做主，你替他喝。不是我的，是静明哥给我的。他说事成后就休了沈宁，明媒正娶我。你袖子里这包药，3天前就换过。你今天就算进城了，我爹也顶多跑2趟茅房。你早就知道。从你把汤泼我身上那天起，我就在等今天。我要你们把罪名坐实，再也翻不了身。哥，督军，小婿是被这对兄妹蒙蔽的。蒙蔽？裴敬明，城西是你自己去的，副督军是你开口要的。你搂着我说事成休了沈宁，现在说被蒙蔽。你闭嘴！我偏说，我把独女嫁给你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宁儿，此事交给你处置。裴敬明，想起来了吗？我13岁干过什么？你猜，10年后的我，是手软了，还是更狠了？裴敬明勾结叛党，萧贺将同罪，苏婉嫣协同行刺，同判。不该的，不该娶督军家的女儿。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这10年，你娘让你好好做人，你就真受了10年，结果带来了这么一群东西。不后悔。娘让我试，我试了10年，是他们不配。
以后不是了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走吧，回府。走近点儿，不着急，10年都等了。小姐，有个事儿。说。巡督军撤兵时留了探子在北城，打听什么？打听裴敬明怎么死的，打听大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裴敬明死了，萧家平了，北城刚清静3天，关外那只老狐狸就把鼻子伸过来了。由他打听清楚了，才知道怕。打听不清楚，早晚会亲自来问。巡督军听闻大小姐心寡，特命在下来提亲。我家少帅巡视安，年方26，管着一个旅。实不相瞒，外头传大小姐命硬克夫，头一个未婚夫进门3个月就上法场，寻常人家不敢娶，我家少帅不嫌弃。师爷贵姓？免贵，姓贾。贾师爷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我丈夫不是病死，也不是我克死，是我亲手把他送上法场。人是我查的，局是我设的。他跪在400宾客前招供，我就坐在旁边看。回去告诉巡督军，他要是不怕，就让你家少军来试试，我不介意再送一个上路。贾师爷，提亲要画我家的墙，巡督军的规矩挺特别。误会，大小姐，天大的误会！这奴才自作主张，跟我家督军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，不用你说。人我留下了，至于有没有关系，我自己问。你回去，把我刚才的话原样带到，16抬大礼也抬回去。我督军府不缺这个。还有，回去路上走稳点，出了北城地界再跑，不着急。荀老三这是什么意思？提亲是假，探路是真。上次寿宴他撤兵，不是怕了，是想看看北城布防还硬不硬。裴敬明死了，军需处乱了，他赌咱们伤了元气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想看，那就让他看个够。不但让他看，我还给他备好戏台，端好茶，请他自己走进来。大小姐，不是我老魏倚老卖老。军需重地，管着3省将士吃穿，让一个女人来管，弟兄们心里不服。魏参谋长，先看看这个，去年冬装采买，棉花以次充好，边境冻伤47个弟兄，这笔账谁签的字？人死了，账还在，不服可以，给你们一个服的机会。同样的棉布粮，外地的价比你们低3成，现在重新报价。报不动的可以走，军需处的门以后不用进了。所有棉衣交货当场拆验，掺1件假的，罚10件的钱，掺10件，这辈子别想跟军队做生意。大小姐管账是把好手啊，就是不知道摸没摸过枪。崔骁，属下在。枪。沈三枪是沈三枪，10年前那个沈三枪，我叔说过，当年大小姐3枪撂倒3个马匪。魏参谋长，现在服了吗？服了。一个人当众丢了20年脸面，不会服。
只会记仇。我在心里给他记了一笔，魏长海早晚要出事，我等着。货怎么不谢？税卡说外部军需过境得有省里验单，没验单我不敢谢。这是军需，10年前督军定过例，免验免税。老规矩是老规矩，我没见过条文。调出来要3天，走文书盖章再3天，6天。郑把头，你知道边境现在多少度？小的不知道。零下27，冰川的还是秋天单衣。6天后，我给你送一份冻掉脚趾的名单，你挨个念一遍。外地货路远，我们仓房有3万件现成棉衣，价钱还按往年老价。3万件，多少天出仓？明天，我们早备着呢。你们怎么知道我要急着买？这个先手是谁给你们的？3万件我要，但不按老价，按外地价结。大小姐，这个价我们赔本啊！去年你们卖的棉衣30%是芦花，赚了多少？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？赔多少年底补多少，给边境应过急的商号，往后3年才买头一份。问你们，大小姐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军队搬自己的东西，犯了谁家规矩？大小姐好本事，我一个营的兵一夜调走。魏参谋长想管，前天在码头就能管。前天您在哪儿？我在参谋处。哦，那您做的挺稳。码头姓吴的歹头是您哪一年提上去的？大小姐，话不能乱说。我没说，我在问。魏参谋长，边境7个人的脚趾头，我记在账上。崔笑，查茶叶经手的人一个一个查。10年前我查了3个月，这次3天。魏参谋长跟了督军20年，他怎么敢？就因为跟了20年，他觉得劳苦功高。裴敬明死了，他等着接军需处长，结果给了我。人一憋屈，巡督军的金条就递到手边了。那赶紧告诉督军抓人啊！抓一个魏长海容易，可巡督军还在外头盯着。抓了这个，他再买下一个。要除，就连真除。他想看北城硬不硬，那我就告诉他北城软透了。宁儿，疼得老子浑身骨头疼。鱼什么时候咬钩？快了，魏长海今天回去，信就会送出城。饿了半年的鱼，见了饵忍不了几天。崔骁，下次不许。子弹来了，你躲。我死不了，你要是死了，这10年，我身后就空了。歇着，今晚审讯不用你。500人就想吞北城，许老三胃口跟裴敬明一个德行。哼！爹，那天晚上您接着装病，戏演到最后一场才算数。西门交给我。行，西门给你，
给我留个活的荀家人。小姐，拦不拦？半路设卡一个也进不来。拦什么？半路拦下，荀世安掉头跑还能喊冤？荀督军赔个礼，这事儿就翻篇了。我不要翻篇，客人大老远来，总得进门坐坐。进了门，这笔账才算得清。小姐，奴婢帮您梳头，这次梳紧一点。小姐，夫人看见您现在这样，不会怪你的。我知道，我娘让我好好做人，我现在做的就是人该做的事。大小姐，魏参谋长，3更半夜开城门放谁进来啊？进城。荀少帅，大老远的来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叫人备查。放箭！不，放枪啊！冲出去！我爹是荀督军，你们敢动我？敢！你爹收到我那碗圆子，连夜不敢来了。可惜用的不是地方，待下去，好好看管，他还有用。大小姐，饶命！我跟了督军20年，没有功劳有苦劳啊。20年，魏长海，我给你算算这20年。20年前我娘被下毒，你在府里当差，全府在查，你查过1天吗？你没查，因为二姨太娘家给你送过礼。这事儿我10年前就知道，看在你没沾手，没动你。半年前你收荀督军10根金条时，想过我爹待你不薄吗？半个月前你副官往我爹茶里下毒，跟当年害我娘的毒一样，你拦了吗？魏长海，你什么都知道。该拦的时候你一次都没拦，现在求饶，晚了，按军规办。不该的，不该收那金条。通敌、卖城、谋害长官，3条哪条都够，该怎么判怎么判。大小姐，两家和气生财，少帅年轻不懂事，冲撞贵府，我家督军愿赔罪。条件，我说你记。第一，军费赔偿30万大洋，1个月内送到，这500人吃住，饭钱另算。第二，荀家兵退出边境100里，永不越界。界碑我来立，字我来刻。第三，10年前那场风波，幕后留下的疑点究竟从何而来？大小姐，这一条容我家主人慢慢解释。背后提供支持的人，荀督军清楚，把当年经手的人完整的给我送来，没有商量。3条一起印，荀世安1个月后完整回家。少1条，我就当荀诸居想让儿子在北城常住了。回去告诉你爹，北城姓沈，账这次算清了，往后谁再把手伸过来，我剁谁的手。宁儿，这北城的事务往后交给你了。爹，我只是个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北城的兵服你，校场3枪后，当兵的眼睛都亮。北城商户服你，你省的钱、立的规矩比衙门管用。连关外荀老三都被你1碗圆子吓破胆，这天下
谁行谁上。我闺女，行。省城陆家二公子浏阳管铁路，关外张家三少爷手下一个师，江南一家出过2任省长，你挑。爹，裴敬明坟头草才半尺长。我知道，给你半年，半年后再办。我不嫁。明儿，你前几天听我说了什么？北城交给我。对，我今年50，退阴雨天走不了3里路，我撑不住那天北城剩什么。一个女人，一个军需处，1支护卫队，外头怕的是我沈振山。你要是有个婆家，别人动你之前也得先掂量，这不是简单的婚事，是给北城多添一道屏障。爹，您当年替我安排的那门亲事，也是这么考虑的吗？裴家有财富，裴敬明有名望，最后他翻看我的账目，辜负我的信任，差点毁掉您一直坚持的安排。您曾经想守护的屏障，差点成了困住自己的枷锁。你这是在怪我？没怪您，我是告诉您，强气越高，它越快。因为您砌墙时问过那块砖愿意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墙我自己砌，钱庄商路是我的，军需处规矩是我立的，当兵商户认我，关外老狐狸被我下撤兵，这些是我一件件挣的，不是谁给的，往后也不用谁给。那你身边呢，总得有个人。崔潇，他只是府里的办事之人，有，没有显赫背景，也没有丰厚家业。是。你嫁给他，北城人怎么说？你是督军独女。随他们说，我还是沈三枪。爹，这3个人里有替我挡过子弹的吗？帖子上写的是铁路师省长，没一个字是写给我的。督军给小姐说亲的事，属下听说了。所以你要走？关外传的话很难听，传大小姐和魏队长。属下留在府里，小姐婚事多一层闲话，属下不能成为小姐的把柄。谁准你走的？属下自己签的。你自己签的？崔耀，你跟了我10年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自己拿主意了？属下有罪。起来。这些年积攒的俸银，我一分未动，都留给女学，孩子们读书要用。我爹给我安排了几次见面，我一次都没有答应。我13岁拿枪，15岁端原子，没人替我挡。那颗子弹是你替我借的，我这辈子就欠这一回。我不许你走，你要走，也得等我先松口。小姐想什么时候松口？这辈子都不松。是。娘，您走时让我放下枪，好好做人。我听话了，封枪10年，学插花办女学，见人先笑，装了10年。可他们泼我汤，骂我老女人。拿鞭子抽秋荷，偷带您金钗，还想害爹。用的毒跟当年害您一模一样，所以枪我又拿起来了。您别怪我，这枪往后不封了，它只对着该对的人，欺负害人的，我一根手指不碰。娘，
您说放下过去，说不定有人真心待我。我以前不信，嫁了一个只把我当成筹码的人，后来才明白是我找的方向错了。真心待我的人不用找，他一直就在。翠霄，过来，给我娘磕个头。小姐，当年夫人把您托付给属下，属下应了。头几年是为了夫人嘱托，后来不是了。后来是为了什么？这3部剧里，属下守了10年，守时没觉得远。上次小姐说走近点，属下往前迈了2步，那一步走完，属下才知道，剩下这一步最难。属下想讨个恩典，把这最后一步走完。我第1桩婚事是爹定的，是个笑话。这一桩，我自己定。小姐，属下没有聘礼。有，那颗子弹就是聘礼，我收了。娘，您看见了吗？您说的那个人我找到了，就是当年您亲手交给我的那个。您眼光真好。跟了我10年，图什么？图往后还能再跟50年。50年之后呢？50年之后，我接着跟。后来，北城传言又变了，督军府大小姐掌北城握3省，1碗圆子定风云，说1不2，惹不得。但这次传言结尾多了一句：大小姐的信物从来不离身。因为掌权的手累了的时候，有人替她分担。